华语乐坛里有这样一种歌声，每当你听到时，总能击中你心底的孤独，让你被温暖填满。她呀，就是阿桑。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歌声里充满了治愈力量的女人，她自己的人生却是一部从头苦到尾的悲情剧本。阿桑5岁那年啊，父母离异，她被寄养在了姨妈家。虽然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寄人篱下的滋味从来就不好受。这种早期的寄养经历会像一个烙印，深刻地影响一个孩子的性格。他们会变得异常敏感、懂事，也极其早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家理所当然的成员，他们必须通过有用来换取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啊，年纪尚小的阿桑就成了家里那个最勤快的人。他会主动地包揽所有家务，闲暇之余还跑出去打零工。这些枯燥、机械又廉价的劳动几乎填满了他的整个青春期，而他唯一的出口就是唱歌。20岁那年，他考入了艺工部，做着打杂的后勤工作。但因为艺工部缩编，25岁的阿桑失业了。姨妈和朋友们劝他随便找份工作，赶紧找个人嫁了才是正经事儿。可阿桑却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组了一个乐队，去酒吧驻唱。也是在这段时光里啊，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男人汪一平。汪一平为他精心录制了6首歌的小样，兴冲冲的跑去各大唱片公司推销，结果现实给了他们狠狠的一巴掌。所有的唱片公司高层在听完小样后，反应都出奇的一致，歌留下，人不要。为什么？因为阿桑的长相啊太过普通。但汪一平没有放弃，他又为阿桑精心录制了10首歌。这一次终于有唱片公司松口了，结果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更残忍的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引发了洪水，直接淹没了汪一平的录音棚。那10首承载了他们所有心血的母带和那些昂贵的录音设备，一夜之间啊全都泡了汤。汪一平几乎破产，阿桑也彻底心灰意冷，他认命了。他又回到了那个打零工的日子，勉强维持着生计。他想啊，或许自己真的就是没那种命。然而他的伯乐汪一平却没有认命，这个同样偏执的男人竟然又一次四处借钱，重新购置了设备，硬是把阿桑从打工妹的身份里又给拽回了录音棚。这份知遇之恩简直是倾家荡产级别的。而这一次他们终于赌赢了。2003年，一部名叫《蔷薇之恋》的偶像剧爆火，片尾曲更是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同年底，他发布了自己第1张专辑《受了点伤》。这张迟到了太久的专辑承载了他过去30年里所有的哀伤和煎熬。专辑反响热烈，阿桑也凭借这张专辑斩获了当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提名。那一年他28岁。2005年，他乘胜追击，发行了第2张专辑《寂寞在唱歌》。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然而这张专辑的销量啊却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华语乐坛的神仙打架时代已经接近尾声，网络歌曲和超女快男们开始野蛮生长，唱片工业迅速萎缩。阿桑这种靠灵魂唱歌不靠颜值吃饭的实力派成了第一批被市场抛弃的人。专辑失利后，阿桑黯然离场，和公司解了约，将重心转移到了内地。因为在那张失败的专辑里藏着一首他为仙剑一演唱的插曲，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在当年并没有大火，却在10几年后随着仙剑系列被一遍遍的考古而意外的翻红，成了又一首刻在无数人 DNA 里的神曲。在事业上一路坎坷的阿桑遇到了愿意呵护她的男友，这个在苦水里泡了半辈子的女人终于也尝到了一次甜。然而老天爷似乎连这最后一点点的甜都不愿意给她。在踏入婚姻殿堂前，一张诊断书将她再次打入了深渊。她得了乳腺癌，还是晚期。她想分手，但男友却更加坚定地陪着她一起对抗病魔。说来可笑啊，这段被病痛折磨的日子竟成了阿桑一生中难得温暖的日子。2009年，阿桑在医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啊，他才34岁，他没能等到那场梦中的婚礼，他没能发行那张早已筹备好的第3张专辑，他甚至作为一名歌手从未举办过一场真正属
于自己的演唱会。他就像他歌里唱的那片叶子，在风中孤独地飘落了。所以你看啊，阿桑的故事是一部最令人意难平的错过文学。阿桑的悲剧就在于他不够强，他不够漂亮。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他从一开始就输了。他不够幸运，在那个唱片工业最后的黄昏里，他没能赶上神仙打架的末班车。他也不够有钱，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他没有资本去为自己营销。他就像一个手艺精湛的老工匠，却生在了一个只认流水线的时代。他空有一副好嗓子，却始终没有等来那个真正属于他的好时候。而我们作为听众啊，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在某个同样孤独的深夜里，再一次点开那首叶子，然后在他的歌声里，为他也为我们自己那同样不完美的人生轻轻地叹一口气。